6月23日下午2点，本市高考查分系统刚刚开放，我的手机屏幕就被林楚楚的微信语音轰炸了。沈岩，分数出了没？你考了多少呀？声音里夹着能滴出水来的绿茶味，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股幸灾乐祸。没查，估计是0分吧。这可不是我谦虚，半年前我就因为拿了全国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被清华大学摇班提前批录取了。高考那2天，我正躺在家里吹空调，打黑神话悟空，连考场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不是0分是什么？对面足足安静了3分钟。哎呀，沈岩，你别太难过了。虽然你平时成绩不错，但高考发挥失常也是正常的。要是我实在没书读，他可以让他爸给我安排个大专。我翻了个白眼，把手机反扣在桌面上，继续盯着电脑屏幕上的代码。这女人脑子里的水，怕是能养活一个太平洋的待遇。2天后，我正叼着冰棍下楼扔垃圾，迎面撞见林楚楚挽着一个男生的胳膊，大摇大摆地走进我们小区。男生穿着一身骚包的白色西装，头发抹的头油能反光，手里还捏着一个大红色的 EMS 快递信封。哟，这不是我们班的学霸沈岩吗？怎么高考落榜，提前适应环卫工人的生活了？浩然，你别这么说沈岩，他考了0分，心里已经很难受了。我停下脚步，把垃圾袋往地上一扔，挑眉看着他俩。有事？没啥大事，就是哥们儿今天刚收到清华的录取通知书，特意来跟你分享一下喜悦。毕竟你以前总嘲笑我不学无术，现在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天才。我愣住了，视线死死盯在那个信封上。清华大学，楚浩然，就他那智商能考上清华？不可能。沈岩，你什么意思？自己考了0分就见不得别人好？浩然考了749分，全省理科状元。我掏了掏耳朵，问多少分？749分，离满分就差1分。他说这是浩然应得的回报。我看着楚浩然眼袋发青的脸，林楚楚的父亲是教育局主任林建国，我随口说了0分，他就告诉了他爹。楚浩然就考了749分，拿了清华录取书。一个离谱的猜想在我脑海中成型，林建国把我的分数和楚浩然互换，他把我749分偷给了楚浩然。可是我看着眼前得意洋洋的狗男女，老子根本没参加高考啊！你们偷的到底是哪个倒霉蛋的分数？楚浩然以为我被打击到了，等我办升学宴那天，允许你来端盘子，一天给你结200块钱。想笑话到嘴边，硬生生咽了回去。我咬着后槽牙，掐大腿压住狂笑，是吗？那真是恭喜你了。我低下头，颤抖着肩膀，声音听起来像是带着哭腔。林楚楚见状，眼中闪过一丝嫌恶，拉着楚浩然的胳膊往外走。他催促浩然别理我这个 loser 了，说他爸还在9楼等他们定升学宴的菜单呢。楚浩然嗤笑一声，把清华通知书塞进怀里，搂着林楚楚大摇大摆的离开。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拐角，我终于憋不住了，蹲在垃圾桶旁边，捶着大腿狂笑出声。笑够了之后，我飞奔上楼，打开电脑，在搜索栏输入沈岩，按下回车，屏幕上跳出2条信息。我点开第2条信息的详细资料，瞳孔猛地一缩。爷爷沈振国，前某某军区总司令；父亲沈建军，现任某某部副部长；母亲叶倾城，跨国财阀叶氏集团董事长。我倒吸一口凉气，手一抖，鼠标差点砸在地上。林建国啊，林建国，你偷谁的分数不好？你他妈偷到了京城太子爷的头上！我搓了搓手，嘴角勾起一抹恶劣的弧度。既然林楚楚和楚浩然这么喜欢装逼，那我就帮他们把这个逼装到极致。爬得越高，摔下来的时候才能摔得越稀巴烂。我拿起手机拨通了班长王胖子的电话，我对着电话一顿声泪俱下的控诉，说自己心情很低落，明明平时成绩那么好，怎么可能考0分？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黑幕。不到半天时间，留言就传遍了整个年级群。晚上，林楚楚在班级群里发了一条全体消息，她通知全班同学本周日中午12点，在帝豪大酒店参加楚浩然同学的清华升学宴，届时本市各大媒体都会来采访理科状元，欢迎全班同学来沾沾喜气。她还在消息里艾特我说，如果不服气，大可以来现场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实力。我看着屏幕上的挑衅，手指轻点，回复了一个字：好。周日中午，帝豪大酒店门外豪车云集，大门口拉着一条10几米长的横幅，热烈祝贺我是学子楚浩然勇夺全省理科状元。门口铺着红地毯，两边摆满了花篮。本市几家主流媒体的记者正扛着长枪短炮，对着站在门口迎宾的楚浩然和林建国疯狂按快门。楚浩然今天穿了一身高定西装，头发梳成大背头，脸上挂着3分讥笑、3分薄凉、4分漫不经心的霸总笑容。林建国挺着啤酒肚，红光满面的接受着记者采访，吹嘘浩然这孩子骨骼惊奇，必是可造之才。这次能考出749分的好成绩，离不开我们教育局的英明领导。我穿着大裤衩和人字拖，溜达着走到礼金台前。负责收礼金的林楚楚看到我，先是嫌弃的捂住鼻子，随后阴阳怪气的开口问我：“真敢来啊？带礼金了吗？”说他们这儿最低标准可是500。我伸手进口袋，摸出2张皱巴巴的纸币，拍在桌子上，随礼100。林楚楚低头一看，脸色瞬间铁青。桌子上躺着2张面值5000万的天地银行冥币，上面玉皇大帝的头像正冲着他慈祥的微笑。林楚楚猛地站起来，抓起冥币就要往我脸上砸。沈岩，你找死是不是？我往后一闪，大声嚷嚷起来，说这可是我特意去庙里求的，保佑楚浩然同学去了清华之后能早日得道升天。这边的动静立刻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几台摄像机瞬间对准了我们。楚浩然见状，连忙快步走过来，装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按住林楚楚的手。他劝楚楚别生气，说沈岩同学因为考了0分，精神受了点刺激，我们作为成功人士要多包容弱者。说完，他转头看向镜头，整理了一下领带。他对着媒体介绍，我是他以前的同学，虽然成绩不好，但他一直鼓励我。他声称自己能到今天全靠自己的不懈努力和林叔叔的栽培。我看着他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强忍着笑意问他，楚大状元
既然这么努力，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怎么做到每天复习25个小时的。楚浩然一愣，显然没反应过来，一天只有24小时，顺口就接了下去。他吹嘘当然是靠毅力，说他每天晚上不睡觉，一边做俯卧撑一边背文言文，这叫体脑结合。至于多出来的那1个小时，是他梦里向爱因斯坦请教物理题得来的。全场死寂，记者们面面相觑，摄像大哥的手抖了一下，差点把机器摔了。林建国的脸色瞬间黑成了锅底，连忙冲过来打圆场，说浩然，这孩子就是幽默。我站在人群后，举着手机把这一幕全程录了下来，顺手发到了微博上。震惊！全省理科状元自曝学习秘籍。宴席开始后，楚浩然被安排在主桌，接受着众人的敬酒。我夹了一块红烧肉塞进嘴里，拿出手机刷新了一下暗网后台，京城沈家的 IP 地址开始疯狂追踪教育局服务器。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太子爷终于发现自己的分数被偷了吗？好戏马上就要开场了。同一时间，京城沈家大院红木书桌前，一个眼神桀骜的青年正死死盯着电脑屏幕，屏幕中央显示考生沈岩总分0分。青年一拳砸在桌面上，茶杯摔在地上，砸得粉碎。他低吼说自己不可能考0分。书房门被推开，一位威严的老人走了进来。前某某军区总司令沈振国。老爷子皱着眉头训斥，问他大呼小叫的像什么样子。青年指着屏幕，气得浑身发抖，让爷爷自己看。他查分查出来是个0，这绝对是系统出问题了，或者有人搞鬼。老爷子扫了眼屏幕，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他沈家的种怎么可能考0分？老爷子中气十足地吼了一声警卫员，门外立刻跑进来一个荷枪实弹的军官。老爷子命令立刻联系教育部，查清楚到底是谁在背后搞鬼，5分钟内要结果。3分钟后，军官满头大汗地跑回来，手里拿着一份加急传真。军官报告说，查清楚了，小少爷的真实成绩是749分，全省理科状元。但是这个分数在系统里被转移到了一个叫楚浩然的考生名下，操作 IP 地址显示是江南市教育局招生办。青年怒极反笑，一脚踹翻了椅子，骂好大的狗胆，连老子的分数都敢偷。老爷子眼中闪过一丝骇人的寒芒，冷冷地吐出2个字：被击。青年惊讶地问爷爷要亲自去。老爷子冷冷地反问，感动他沈家的孙子，他倒要看看这个江南市的天到底有多黑。视线拉回帝豪大酒店，升学宴已经进行到了高潮部分。林建国喝得满脸通红，正拉着楚浩然的手向市里的几个大老板炫耀。他吹嘘浩然这孩子以后前途无量，清华毕业肯定是要进国家科研机构的。我坐在角落里看着微博上我发的那条视频，仅仅半个小时播放量已经突破了300万，评论区彻底炸了。神他妈每天复习25小时，这状元是外星人吗？梦中夜会爱因斯坦，我看是夜会周公吧。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状元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吗？这智商能考749？舆论开始发酵，我端起一杯椰汁走到主桌前，笑眯眯地看着楚浩然。我问他，楚大状元，网上现在都在夸他骨骼惊奇呢，大家都很好奇，他平时连1元2次方程都解不明白，怎么突然就考了749分？难道真的是林叔叔在背后辅导有方？我刻意咬中了辅导2个字。林建国脸色一变，酒醒了一半，指着我的鼻子骂我，少在这里阴阳怪气，说浩然的成绩是实打实的，再敢胡说八道就让保安把我轰出去。楚浩然更是嚣张，直接站到椅子上，对着全场的镜头大声宣布，他楚浩然行得正坐得端，真金不怕火炼，谁要是怀疑他的成绩大可以来考他，他智商250无所畏惧。我看着他站在椅子上耀武扬威的样子，默默后退了半步。兄弟，你这智商确实是250，多1分都嫌多。楚浩然的智商250宣言通过现场记者的直播瞬间引爆了全网，热搜榜前3名迅速被霸占。林建国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躲在宴会厅的洗手间里，满头大汗地打着电话。我靠，在洗手间门外的墙上听着里面气急败坏的声音，慢条斯理地掏出手机，给省纪委的公开举报邮箱发送了一份匿名邮件。林建国打完电话，擦着冷汗走出来，迎面撞见了我，他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了起来，问我在这干什么。我无辜地摊开手，说上厕所。问他这么紧张干什么，他咬牙切齿地瞪着我。浩然明天就要去市教育局接受公开测试，到时候打的是我的脸。我眼睛一亮，公开测试还有这种好事？回到宴会大厅，林楚楚正拉着楚浩然的手，满脸担忧。他忧心忡忡地说，网上的评论好难听，他们都说他是假状元，明天教育局的测试他真的没问题吗？楚浩然不屑地冷哼一声，切了一声，说一群键盘侠懂什么？有林叔叔在，明天肯定就是走个过场，随便拿几道小学算术题糊弄一下就行了。我走过去拍了拍楚浩然的肩膀，我劝他，网上的质疑声太大了，为了证明他的录取通知书不是偷来的，明天的测试他必须要求全程直播，在观众见证下做出最难的题，才能堵住悠悠众口。楚浩然被我一击，虚荣心瞬间爆棚，他一口答应，直播就直播，说他749分，还怕他们看，明天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天才。林楚楚感动的眼泪汪汪，夸他真帅。我看着这对卧龙凤雏，差点没忍住笑出声。就在这时，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一条加密短信弹了出来，随行人员包括沈振国老将军以及中央纪委特别调查组。我深吸一口气，胃酸因为极度的兴奋而翻涌。天亮了，倒计时开始。第二天上午10点，江南市教育局1楼大礼堂。为了平息网上的舆论风暴，林建国被迫组织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状元公开自证测试。现场不仅请来了市里的公证员，还有10几家媒体进行全网同步直播。直播间的人数在开播短短10分钟内就突破了500万。楚浩然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自信满满的坐在舞台中央的课桌前。林建国坐在评委席上，手里捏着一张纸条，手心全是汗。就在测试即将开始的前1秒，大礼堂的门被推开了，几名穿着黑色西装、胸口佩戴国徽的男人大步走上主席台，直接接管了现场。
为首的西装男冷冷地看了林建国一眼，声称接到群众举报，本次测试的试卷存在泄题风险，为了保证公平公正，试卷由他们省纪委联合省教育厅临时更换。他将一个密封的档案袋拍在桌子上，林建国的脸瞬间惨白，瘫软在椅子上。我坐在观众席第一排，手里捧着一桶爆米花，咔嚓咔嚓嚼得起劲。楚浩然看着屏幕上那些仿佛天书一样的符号，脸上的自信瞬间凝固了。他握着笔的手开始不受控制的发抖，额头上的冷汗顺着鼻尖滴落在答题卡上。10分钟过去了，我清了清嗓子，拿起旁边记者丢下的备用麦克风，我开启了解说模式。观众朋友们，现在看到的是楚大状元独创的冥想解题法，他正在通过脑电波与爱因斯坦进行跨时空交流，让我们不要打扰他，静静等待奇迹的发生。全场哄堂大笑，直播间的弹幕更是满天飞。神特们冥想解题法，这哥们儿明明是连题目都看不懂吧？笑死我了！那个解说的哥们是谁啊？太多损了！楚浩然猛地转过头，双眼通红地瞪着我，他气急败坏地让我闭嘴，说这题超纲了，正常高考生怎么可能做得出来？我故作惊讶地捂住嘴，说可是你考了749分啊！我拖长了尾音，眼神锐利如刀，问他难道你的749分是假的？楚浩然急红了眼，猛地站起来，一把掀翻了课桌，他声嘶力竭地喊：老子就是状元，老子有清华的录取通知书，林叔叔可以给我作证！全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评委席上，瑟瑟发抖的林建国身上。林建国吓得从椅子上滑了下来，连连摆手撇清关系。就在局面即将失控的时候，林楚楚突然冲上台，一把抢过麦克风，指着我尖叫起来：是沈岩，这一切都是沈岩搞的鬼！林楚楚披头散发，像个疯婆子一样指着我，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她嘶吼，其实考749分的人是楚浩然，但是沈岩嫉妒他，昨天晚上偷偷潜入教育局的系统，把试卷和分数给调换了。沈岩才是那个考0分的废物，他就是想毁了浩然。全场死寂，连直播间里的弹幕都停滞了一瞬。我看着林楚楚那张因为极度恐慌而扭曲的脸，简直要为她的智商鼓掌了。我慢条斯理地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爆米花碎屑。我反问她说：我潜入系统，把我的0分换成了楚浩然的749分。林楚楚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死死咬住不放，说对就是我。她污蔑我从小就暗恋他，但她喜欢的是浩然。我因爱生恨，所以才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报复他们。楚浩然也反应过来，立刻配合地捂住脸，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他假惺惺地说：拿我当兄弟，我居然这么害他，让我把他的状元还给他。我摇了摇头，叹了口气，想拒绝看猴戏，但话到嘴边，还是决定给你们致命一击。我伸手从大裤衩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红色信封，我打断他们的深情演绎，说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我捏着信封的一角，将里面的东西抽了出来，直接对到了离我最近的一台摄像机镜头前。那是一张烫金的录取通知书，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姚班保送录取通知书，姓名沈岩，录取时间2023年12月。全场倒吸一口凉气。我看着林楚楚和楚浩然瞬间失去血色的脸。我半年前就因为拿到全国信息学奥赛金牌，被清华保送了。高考那2天，我连准考证都没打印，在家打黑神话悟空呢。我反问林大小姐，一个连考场都没去过的人，是怎么考出0分，又是怎么把分数换给他们家楚大状元的？林楚楚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上，瞳孔剧烈地震，嘴唇哆嗦着说不出半个字。楚浩然更是像被雷劈了一样，呆呆地看着我手里的保送通知书，嘴里喃喃自语不可能。直播间彻底疯了，卧槽卧槽卧槽！姚班大神，这他妈是真神仙降维打击啊！反转了，原来这哥们才是真大佬。那楚浩然的749分到底是偷的谁的？就在这时，紧闭的大礼堂双开木门突然发出一声巨响，2扇实木大门被巨力踹飞，砸在地上激起漫天灰尘，灰尘散去，一队全副武装的保镖鱼贯而入，瞬间控制礼堂所有出口。紧接着，一个穿夹克衫、眼神阴躲的青年大步流星走了进来，他手里拎着一根棒球棍，浑身散发着尸山血海般的暴力气息，正是京城太子爷真状元沈岩。身后跟着纪委官员以及一位肩扛将姓的中年军人。全场鸦雀无声，连呼吸声都停滞了。太子爷冷脸走上台，目光扫过瘫软的2人，问谁叫楚浩然。太子爷一把从楚浩然怀里扯出那张录取通知书，当着所有人的面撕了个粉碎。林楚楚看到这一幕，彻底疯了，他爬到我脚边，死死抱住我的大腿，哭得眼泪鼻涕横流。他哀求我帮帮他，说我们是青梅竹马，让我替他求求情。他知道我心里还有他的。我嫌恶地抽回腿，居高临下的看着他，想求情，手停在半空，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我蹲下身，看着他的眼睛问他偷别人分数的时候没查查人家爷爷是谁吗？我问他以为这世上所有人都要为他那点可笑的虚荣心买单吗？我让他闭眼吧，接下来的画面可能会有点吵。林建国被带走的那一刻，他死死盯着林楚楚，发出绝望的嘶吼。这诛心之言成了压垮林楚楚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双眼翻白，嘎抽了过去，瘫软在地上。楚浩然已经被太子爷踹得鼻青脸肿，他蜷缩在地上痛哭流涕，喃喃自语，说自己不是状元，是个废物，求别打了。太子爷嫌弃的在楚浩然的衣服上擦了擦鞋底的泥土，转身看向我，他问我就是江南市那个跟他同名同姓的沈岩。我点了点头，把手里的保送通知书扬了扬，说幸会，姚班准大一新生沈岩。太子爷看到通知书，眼睛一亮，暴躁的气息瞬间收敛了不少，大步走过来，一巴掌拍在我肩膀上。他夸姚班的兄弟牛逼啊，说自己最烦写代码了，以后去清华期末作业借我抄抄呗。我被他拍得倒吸一口凉气，嘴角抽搐，说抄作业可以，一顿全聚德烤鸭。他哈哈大笑，说成交，掏出手机加微信。他感谢我这几天在网上帮他把事情闹大，说今晚他请客，江南市最贵的场子随便刷。全场媒体记者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疯狂按动快门。
一个是京城军区背景的真理科状元，一个是深藏不露的姚班保送天才。两个沈岩站在一片狼藉的礼堂中央，谈笑风生，而他们脚下是身败名裂的林楚楚和前途尽毁的楚浩然。当天下午，省教育厅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头文件，楚浩然因涉嫌参与恶劣的高考舞弊案，被取消当届高考成绩，并记入国家诚信档案，终身禁考。林建国被移交司法机关，拔出萝卜带出泥，查出贪污受贿金额高达数千万，下半辈子基本要在牢里踩缝纫机了。至于林楚楚，他因为涉嫌协助伪造国家公文，也被警方带走调查，名声在江南市已臭，连专科学校都不敢收他。傍晚，我提着行李箱走出小区，刚到大门口，就看到林楚楚的母亲拉着一个行李箱，低着头往外走。林家的房子已被法院查封，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看到我，林母眼中闪过怨毒，又变成恐惧，低头逃离。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没有一丝波澜。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9月，北京清华园里秋高气爽，银杏叶落了一地。我拖着行李箱刚走到宿舍楼下，就听到2楼窗户里传来一声杀猪般的嚎叫。太子爷在楼上鬼哭狼嚎，喊我快来救驾，说对面打野又来抓他了。我叹了口气，把行李箱交给宿管阿姨，3步并作2步冲上2楼，一脚踹开204寝室的门。太子爷正穿着大裤衩，戴着耳机，对着电脑屏幕疯狂敲键盘。我拉开椅子坐下，熟练地打开电脑，登录账号，告诉他别叫唤，我玩中单，让他稳住。半个小时后，随着敌方水晶的爆炸，太子爷长舒一口气，摘下耳机，扔给我一罐冰可乐。他爽快地夸，还得是我啊兄弟。我拉开拉环，灌了一口可乐，随口问他江南市那边的事情彻底结案了。太子爷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丝不屑，说结了。他告诉我林建国判了15年，楚浩然那小子受不了终身禁考的打击，精神出了点问题，现在天天在街上逢人就说自己是清华状元，智商250。至于那个林楚楚，听说去南方某个电子厂打螺丝了，前几天还因为偷拿厂里的铜线被开除了。我听完只是淡淡的哦了一声，这叫什么？这就叫因果循环，报应不爽。想当初他们拿着不属于自己的清华通知书，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时候，可曾想过会有今天？太子爷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晚上迎新晚会，听说有不少漂亮学姐，咱们去凑凑热闹。我看着电脑屏幕上刚收到的一封导师邮件，摇了摇头。我告诉他去不了，导师让我今晚把那个 AI 算法模型的底层逻辑跑出来，跑不出来，明天我就要被挂在姚班的耻辱柱上了。太子爷同情地看了我一眼，啧啧2声，说学霸的世界他不懂，那他先去浪了，拜拜。看着他风风火火跑出去的背影，我笑了笑，戴上耳机，手指重新放回键盘上。窗外夕阳如血，清华园的钟声悠悠响起。我的大学生活才刚刚开始，没有了那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只有无尽的代码和光明的未来。至于那些试图踩着别人上位的跳梁小丑，他们只配在阴沟里仰望星空。我每天的生活固定在宿舍、食堂、实验室，3点一线。姚班的课业压力比我想象中还要恐怖，周围的同学不是各省状元，就是竞赛金牌得主，随便拎出一个都能吊打普通高校的教授。我缩在角落里，安安静静写代码，做一个不起眼的普通人。太子爷倒是混得风生水起，他凭借那张嚣张的脸和京城太子爷的身份，迅速在清华园里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走到哪都前呼后拥。偶尔他会来我们宿舍蹭饭，顺便吐槽一下经管学院的那些课有多无聊。11月的一个周末，他拎着2瓶茅台闯进我宿舍，非要拉着我喝酒。我盯着电脑屏幕上的代码，头也不回的拒绝。他不由分说把我拽起来，说今天是他生日，必须陪他喝2杯。我们坐在宿舍楼的天台上，就着花生米喝白酒。他看着远处的灯火，突然问我，你说林建国那老东西现在在干嘛？我说应该在踩缝纫机吧。他哈哈大笑，说活该。喝到半夜，他醉醺醺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兄弟，还是你好，不图我什么，就图抄我作业。我说你清醒一点，你从来不写作业，都是抄我的。他愣了一下，说对哦，那我是图你什么？我说你图我陪你喝酒。他说对，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从高考聊到人生，从林楚楚聊到未来。他说他其实挺羡慕我，凭自己本事考上姚班，不用靠家里。我说我也羡慕他，家里那么牛逼，还能保持人性，没变成楚浩然那种傻逼。他说你这是夸我还是骂我？我说都有。12月，江南市那边传来消息，林建国的案子判了15年，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林家的房子被法院拍卖，林母搬回了乡下老家，听说精神状况不太好，逢人就说自己女儿是被冤枉的。林楚楚在电子厂干了3个月，因为偷拿厂里的铜线被开除，后来辗转去了隔壁市的洗脚城当服务员。有人拍到他穿着廉价的工作服，在门口抽烟的样子，完全看不出曾经是教育局主任的千金。楚浩然的精神状况更加恶化，他每天穿着那件被太子爷踹烂的中山装，在江南市的街头游荡，逢人就掏出那张已经被撕碎的清华录取通知书碎片，说自己是状元。有时候他会突然冲进路边的文具店，抢走纸笔，说要给爱因斯坦写信。他的父母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他又逃出来继续游荡。最后一次有人看到他是在江南市火车站的垃圾桶旁边，他正对着垃圾桶说话，说那是他的清华同学。我把这些消息转发给太子爷，他回复一个冷漠的表情，说这就是报应。寒假我回了江南市一趟，老家没什么变化，还是那些老街老巷，还是那些熟悉的面孔。我妈做了一大桌子菜，拉着我问东问西，问我清华好不好，北京冷不冷，有没有找女朋友。我一一回答，说好冷，没有。她叹了口气，说你也该找个对象了。我说不急。她说你看隔壁老王的儿子跟你一样大，孩子都会打酱油了。我说那是他没考上清华，闲的。我妈气得拿筷子敲我的头。晚饭后我出门散步，走到帝豪大酒店门口，发现这里已经换了招牌，改成了一家连锁火锅店。那条热烈祝贺我是学子楚浩然勇夺全省理科状元的横幅早就不见了踪影。门口的服务员热情地招呼我进去吃火锅，我说不吃，
吃。路过继续往前走，路过教育局门口，大门紧闭，门口的值班室亮着灯。我想起几个月前，林建国就是在这里坐在办公室里，轻飘飘的动手指，把别人的命运改写了。他不知道那个别人是谁，他不知道那个别人的背后站着谁，他只知道自己的女儿想要讨好一个校草，于是他动用了自己所有的权力去完成这个荒谬的任务。权力的傲慢毁了他的一切，也毁了林楚楚和楚浩然的一切。回到北京后，太子爷约我吃饭，他神秘兮兮的把我拉到一家私房菜馆，说介绍几个朋友给我认识。去了才知道，他说的朋友是几个京城圈子里的大院子弟，有家里开矿的，有家里搞房地产的，有家里在部委当领导的。他们坐在包厢里，抽着雪茄，喝着红酒，聊着我不懂的话题。太子爷把我介绍给他们，说这是我兄弟，姚班的，牛逼得很。他们礼貌的点头，然后继续聊他们的话题。我坐在角落里安静的吃菜，中途去洗手间，听到两个人在走廊里抽烟聊天。一个说太子爷怎么带个外人来，不懂规矩；另一个说听说是个书呆子，高考保送的，太子爷把他当吉祥物吧。第一个说这种人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下次别叫了。我站在拐角处，听完他们的对话，然后若无其事的回到包厢。吃完饭，太子爷送我回学校，路上他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挺好的，菜不错。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别理他们，他们就是那样，从小被惯坏了。我说我没在意，他们说的对，我跟你们确实不是一个世界的。他说放屁，你是我兄弟。我说对，我是你兄弟，但不是他们的兄弟。他张了张嘴没说话。回到宿舍，我坐在电脑前盯着屏幕发呆。我想起林楚楚当初在学校里对我说的那些话，想起他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其实他和刚才那两个人本质上没什么区别，他们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以为世界就该围着他们转。唯一的区别是林楚楚的家世不足以支撑他的傲慢，所以他翻车了，而那两个人有足够厚的家底兜底，所以他们可以继续傲慢，这就是现实。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太子爷要带我参加那种饭局，他不是想让我融入那个圈子，他是想让我看看那个圈子是什么样的。他知道我早晚要面对这些。3月新学期开学，学校来了几个交换生，其中一个女生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学的是计算机，被分到我们实验室做项目。她叫苏婉，长得不算惊艳，但看起来很舒服，说话温温柔柔的，做事却很利落。第一天进实验室，她看到我写的代码，眼睛亮了一下。她说你这个算法优化的很漂亮。我愣了一下，说你看得懂？她说我也是学这个的，当然看得懂。那是我们第一次说话，后来她经常来问我问题，有时候是学术上的，有时候是生活上的。她说北京太大，她总是迷路。我说我也是路痴，帮不了你。她说那我们一起迷路吧。我说好。太子爷知道后跑来八卦说我是不是谈恋爱了。我说没有，就是普通同学。他说你别骗我，我看你眼神不对。我说你懂个屁。他说我是不懂，但我看你每次跟他说话都脸红。我说滚。5月苏婉的项目结束了，准备回香港。临走前他约我吃饭，说谢谢我这段时间的照顾。我说应该的，都是同学。他说就只是同学吗？我愣了一下，没说话。他笑了笑，说逗你玩的，别紧张。吃完饭我送他回宿舍，走到楼下，他突然转身看着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来香港发展？我说不知道，看情况吧。他说如果你来香港记得找我。我说好。他上楼后，我在楼下站了很久。6月的北京开始热起来，太子爷期末考试全军覆没，被他爹叫回家痛骂了一顿。他回来后找我哭诉，说他爹要把他送到部队去锻炼2年。我说那不是挺好的，锻炼锻炼。他说好个屁，部队里不能玩手机，不能打游戏，不能泡妞，那跟坐牢有什么区别？我说你去坐2年牢，回来继承家业，划算。他说你能不能盼我点好？我说我盼你好，但你这成绩不锻炼确实不行。他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问我，你说我是不是很废物？我说不是。他说你别安慰我，我知道我是什么货色，要不是投胎好，我连你宿舍门都进不来。我说你能意识到这一点，就比很多人强了。他说什么意思？我说很多人投胎好，就以为是自己牛逼，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最后把自己作死了。你至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他看着我说你是第一个这么跟我说的人。我说那是因为别人都怕你。他说你不怕我。我说我怕你什么？怕你抄我作业吗？他笑了。暑假太子爷被他爹送到部队去了，临走前他给我发微信说兄弟，等我回来咱俩再喝酒。8月底，我在实验室写论文，突然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只有一句话：林楚楚死了。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然后拨通了太子爷的电话。他接起来说咋了兄弟，想我了？我说林楚楚死了。他沉默了几秒说怎么死的？我说不知道，就收到一条短信。他说你等着，我帮你查查。挂了电话，我坐在实验室里，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对林楚楚早就没有感觉了，喜欢也好，恨也罢，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但听到这个消息，心里还是有点堵。他才19岁。晚上太子爷打来电话，说他查清楚了，林楚楚在洗脚城上班的时候得罪了一个客人，那客人有点背景，找人把他收拾了一顿，他没扛住。我问那个客人呢？太子爷说被抓了，判了无期。我说哦。他说你是不是有点难受？我说不知道，就是有点猛。他说正常，毕竟你跟他认识那么久。我说对。挂了电话，我走出实验室，在校园里漫无目的的走，路过图书馆，路过食堂，路过那片银杏林。我想起高中时候的事，想起林楚楚第一次跟我说话，问我借笔记，想起她笑起来的样子，其实挺好看的。想起她后来怎么变成那样，我不知道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也许她一直都是那样，只是我以前没看出来，也许是我太迟钝，看不透人心。9月初开学，太子爷从部队回来，整个人黑了一圈，也壮了一圈。他约我喝酒，问我还难受不？我说不难受了，就是有点感慨。他说感慨什么？我说感慨人这一辈子说没就没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所以要及时行乐。我说所以要认真活着。他说都一样。我说不一样。他问哪里不一样？我说行乐是消耗，认真活着是积累。他说你这人真没劲，喝个酒还跟我讲哲学。我说习惯了。10月，我收到一封邮件，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是苏婉发来的。他说他申请了清华的博士，明年秋天过来。
问我欢不欢迎。我回他说欢迎，但这里冬天很冷，你受得了吗？他说受不了，你帮我取暖。我看着屏幕愣了很久。太子爷知道后笑得前仰后合，他说你这木头终于开窍了，人家姑娘都主动成这样了，你还愣着干嘛？我说我没愣，我在想怎么回。他说你想个屁，直接说好。我说好。11月，苏婉提前来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去机场接她，她穿着白色羽绒服，拖着行李箱朝我挥了挥手，我走过去接过她的箱子，说走吧，带你去吃烤鸭。他说你不是说北京冬天冷吗？我觉得还行。我说那是因为你刚从南方来，还没体验过真正的冷。他说那我等着体验。吃饭的时候，他问我这一年过得怎么样，我说还行，写了几篇论文，被导师骂了几次。太子爷去部队锻炼了一圈，林楚楚死了。他愣了一下，说林楚楚是谁？12月，北京下了一场大雪，我站在实验室的窗前，看着外面白茫茫的一片，手机响了，是太子爷打来的。他说晚上出来喝酒，介绍个妹子给你认识。我说不去，写论文。他说写什么论文？大周末的，出来放松放松。我说你真闲。他说我闲个屁，明天又要回部队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自由。我说那你好好珍惜，别浪费在我身上。他说你这人真没意思。我说我知道。挂了电话，我继续写论文，写到一半，收到苏婉的微信，他说香港也降温了，好冷。我说北京更冷，零下10度。他说那你多穿点。我说你也是。他发了个笑脸，我盯着那个笑脸看了很久，然后继续写论文。1月初，导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那篇论文被顶会接收了。我愣了一下，说真的假的？他说真的，你自己去看看邮箱。我打开邮箱，果然看到了录用通知。导师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好干，明年争取拿个最佳论文。我说好，走出办公室，我给太子爷打电话。他接起来说咋了兄弟，想我了？我说论文中了。他说啥论文？我说我写的论文被顶会接收了。他说卧槽，牛逼啊，请客请客。我说行，等你回来。他说我明天就回来。我说你不是在部队吗？他说请假，就说兄弟论文中了，必须回去庆祝。我说你领导能批吗？他说不批我就跑，反正他们也追不上我。我笑了。第二天晚上，太子爷真的回来了，我们去了那家私房菜馆，他点了一桌子菜，说要给我庆祝。我说没必要点这么多，吃不完。他说吃不完打包，反正我请客。我说你哪来的钱？他说管我爹要的。我说兄弟论文中了，要庆祝。他直接赚了2万。我说你爹对你真好。他说对，就是希望我别拖累你。我说你不会拖累我的。他说真的吗？我说真的，你是我兄弟。他看着我，眼眶有点红，然后他举起酒杯说来干一个。我说干。3月份，苏婉正式来清华报道，我去机场接他，把他送到宿舍。他安顿好后约我吃饭。吃饭的时候，他说以后请多多关照。我说互相关照。他说你这一年有变化。我说什么变化？他说你看起来沉稳了很多。我说可能是老了。他笑了。吃完饭，我们沿着清华路散步，银杏树还没发芽，光秃秃的。他说等秋天的时候，这条路上一定很美。我说对，到时候你可以来拍照。他说你陪我一起拍。我说好。太子爷正式从部队退役，回到学校继续上课。他请了半年假，落下了很多课，天天跑来问我问题。我说你不会去问老师吗？他说老师讲的我听不懂，你讲的我听得懂。我说你这是在夸我还是在骂我？他说都有。有时候苏婉也在，我们3个人就一起去图书馆。太子爷坐在我们对面，一边写作业一边偷瞄苏婉。苏婉察觉到了，小声问我他干嘛，老看我。我说他没见过美女，别理他。苏婉脸红了。太子爷听到了，说你们俩能不能别当着我的面打情骂俏？我说你闭嘴，写你的作业。6月，期末考试结束，太子爷终于过了所有科目，他请我们去吃火锅，庆祝自己没被退学。吃饭的时候，他突然问苏婉，你是不是喜欢沈岩？苏婉愣住了，脸一下子红到耳根。我说你干嘛呢？别瞎问。他说我就问问，好奇。苏婉低着头不说话。我说你别理他，他喝多了。他说我没喝多，清醒得很。然后他看着苏婉说，你要是喜欢沈岩就赶紧说，不然这木头一辈子都不会主动。苏婉抬起头看着我，我看着他，那一瞬间时间好像静止了。然后苏婉说我喜欢他。太子爷一拍桌子说我就知道。我说你别起哄。他说我没起哄，我是在帮你们。然后他看着我说你呢？喜欢他吗？我沉默了。苏婉看着我，眼神里有期待也有紧张。我深吸一口气说喜欢。苏婉笑了。太子爷举起酒杯说来庆祝我兄弟脱单。那天晚上我们喝了很多酒，苏婉也喝了，脸一直红红的。吃完饭，太子爷识趣的先走了，说你们俩慢慢逛。我和苏婉走在清华路上，谁都没说话。走到他宿舍楼下，他突然转身抱住我，我愣了一下，然后伸手抱住他。他说你知道我等这句话等了多久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从去年在香港的时候就开始等了。我说那你怎么不早说？他说我怕你拒绝。我说我怎么会拒绝？他说你这人看起来什么都不在乎，我怕你根本没那个意思。我说我在乎的，只是不擅长表达。他笑了，说现在知道了。7月暑假，苏婉留在北京做项目，我也在实验室赶论文。太子爷被他爹拉去公司实习，天天跟我吐槽那些职场破事。他说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喜欢写代码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代码不会坑你，不会算计你，错了就是错了，对了就是对了。我说对，代码比人简单。他说人太复杂了，我搞不懂。我说你不用搞懂，你只要记住谁是真心对你好就行。他说比如你。我说对，比如我。8月的北京热得像蒸笼。实验室的空调坏了，我们一边流汗一边写代码。苏婉给我送冰咖啡，说降温。我说你怎么不给自己买？他说我先紧着你。我说那怎么行？我们一人一半。他笑了，说好。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实验室的地板上，喝着同一杯咖啡，聊到很晚。他说他以前觉得自己很独立，不需要任何人。我说我也是。他说但认识你之后，发现有人陪着也挺好。我说对，我也是。9月，新学期开始，我们见面的时间反而少了，各自忙着各自的课题。太子爷偶尔约我们吃饭，问问进展。有时候他会感慨，说你们2个学霸在一起，以后生的孩子得多聪明。我说你想得真远。他说我这叫有远见。苏婉笑了，说那你赶紧找个人生孩子，别老盯着我们。他说我找不到，你们给我介绍介绍。我说你身边那么多妹子，还用我们介绍？他说那些都是冲着我家来的，没意思。我说那你想要什么样的？
他说想要个像苏婉这样的，聪明独立，不图我什么。苏婉说那你得去清华找。他说清华还有没有这样的？给我介绍一个。我说有，但人家不一定看得上你。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你太二了。他沉默了。9月末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实验室写代码，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接起来，那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沈岩，是你吗？我说是我。你是谁？那边说我是楚浩然。我说你怎么有我电话？他说我在你同学群里找到的，你同学说你保送清华了，恭喜你。我说谢谢。他说我找你是想跟你说件事。我说什么事？他说林楚楚死了，你知道吗？我说知道。他说我很难受，我没说话。他说虽然他把我害成这样，但我还是很难受，毕竟他是我喜欢的人。我说我理解。他说你不理解，你从来没喜欢过他。我说对，我没喜欢过他。他说所以你不懂。我说那你现在给我打电话是想说什么？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我不知道找谁。我说你为什么找我？他说因为你是唯一没骂过我的人。我说我不是没骂过你，我是懒得骂你。他说那也谢谢你。然后他挂了电话，我盯着手机看了很久。苏婉发微信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一个故人。10月楚浩然的事，我没跟任何人说。太子爷偶尔问起他，我说不知道，没关注。太子爷说那种人活该，我说对，活该，但心里总有个地方堵得慌，不是同情，不是可怜，就是觉得人这一辈子真的太复杂了。苏婉察觉到我心情不好，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就是有点累。他说那早点休息，别太拼。我说好。他抱住我说不管发生什么，我都陪着你。我说11月，北京的冬天又来了，银杏叶落了一地，金黄金黄的。苏婉拉着我去拍照，说要记录下这个秋天。我们走在清华路上，他举着手机拍我，拍叶子，拍天空。我说你拍那么多干嘛？他说留纪念，等老了看。我说你现在就想那么远。他说跟你在一起就忍不住想远一点。我看着他，突然觉得心里很暖。太子爷发来微信说晚上一起吃饭，我说好。到了饭店，发现他还带了个女生，他介绍说这是我女朋友，北大中文系的。女生礼貌的跟我们打招呼。苏婉悄悄跟我说这姑娘看着不错。我说对，比之前那些靠谱。吃饭的时候，太子爷全程像个傻子一样围着女朋友转，端茶倒水，嘘寒问暖。我说你变了。他说人都会变。12月期末考试周，所有人都在疯狂复习，太子爷的女朋友帮他划重点，他才勉强应付过去。考完最后一课，他约我们喝酒庆祝，喝到一半，他突然说我决定毕业后去基层锻炼几年。我说你认真的？他说认真的，我不想一辈子靠家里。苏婉说挺好的，有想法。他说你们不会觉得我傻吧？我说不会，反而觉得你长大了。他笑了，说那我就放心了。那晚我们喝到很晚，聊了很多未来的事。他说他要去西部，去最苦的地方，真正做点事。我说你想好了就行。他说想好了。1月初，我的论文拿了鼎会的最佳论文奖，导师高兴的请全实验室吃饭。苏婉坐在我旁边，笑得比我还开心。太子爷发来贺电，说牛逼，不愧是我兄弟。我说等你哪天干出成绩，我也给你贺电。他说等着吧，会有那一天的。2月春节，我回江南市过年，苏婉回了香港，太子爷跟着女朋友去了东北。我们3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各自过着自己的年。30晚上，我们视频连线，隔着屏幕喝酒。太子爷说等明年咱们聚在一起过年。苏婉说好，我说好。挂了视频，我站在老家的阳台上，看着远处的烟花，想起去年这个时候，我还在担心林楚楚和楚浩然的事。今年一切都变了，那些曾经的恩怨，曾经的不甘，曾经的愤怒，都随着时间慢慢淡去，留下的只有眼前的生活和值得珍惜的人。3月开学，苏婉从香港回来，给我带了一大堆特产。太子爷从东北回来，给我们带了冻梨和酸菜。我们聚在学校门口的火锅店，吃着东北酸菜，喝着北京啤酒，聊着各自的假期。太子爷说他在东北学会了滑雪，下次带我们去。苏婉说好，我说我也去。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很满足，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满足，而是很平静、很踏实的满足，就像北京的春天悄无声息的来了，却让人满心欢喜。4月，太子爷正式提交了去西部基层锻炼的申请。他爹知道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去吧，好好干。他跟我们说起这件事的时候，眼眶有点红。我以前觉得我爹不爱我，只知道骂我，现在才明白他是希望我能成器。天下父母都一样，对，等你以后当爹了就懂了。那我得先找个愿意跟我去西部的姑娘，人家不是跟你去了吗？他愣了一下，说对哦，忘了这茬。我们都笑了。5月的北京开始热起来，苏婉的课题进入了关键阶段，天天泡在实验室。见面的时间少了，但每天晚上都会视频聊一会儿，说说今天干了什么，吃了什么，想了什么。有时候什么都不说，就开着视频各干各的。他说这种感觉很好，像一起生活。我说对，像一起生活。6月的尾巴，太子爷的申请批下来了，7月份就要出发。他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说兄弟，等我回来。我说好，等你。他说你别死啊。我说你才死。他说对对对，咱俩都好好活着。苏婉在一旁笑说你们俩真幼稚。太子爷说你不懂，这是男人的友谊。苏婉说行行行，你们男人的友谊我不懂。那晚送他回宿舍，他走几步回头看一眼，走几步回头看一眼。我说你干嘛呢？赶紧走。他说我怕以后见不到你们了。我说放屁，又不是去火星。他说也是。7月他发来的照片里有黄土高原，有破旧的学校，有晒得黝黑的孩子。他说这里条件很苦，但很充实。他说孩子们喜欢听他讲北京的故事。他说他开始理解什么叫责任了。苏婉看着照片说他有出息了。我说对，他终于长大了。8月，苏婉的论文被鼎会接收，他高兴地抱着我转圈。我说恭喜你。他说没有你帮忙，我肯定写不出来。我说你自己写的，跟我没关系。他说你陪着我就是最大的帮助。我看着他说那你准备怎么谢我？他说你想怎么谢？我说请我吃饭。他说好。那天晚上我们吃了很贵的日料，吃完他说以后每年发一篇论文，你就请我吃一次大餐。我说你这是敲诈。他说对，就是敲诈，你认不认？我说认。9月，新的学弟学妹们拖着行李箱
张，一脸兴奋地走进校门。我和苏婉走在银杏路上，看着那些青涩的面孔。他说1年前的我也是这样。我说1年前的我也是。他说现在不一样了。我说哪里不一样？他说你看起来像老学长了。我说你这是说我老了？他说不是，是说你有气质了。我说气质是什么鬼？他说就是那种见过世面，什么都不慌的感觉。我说那是因为被论文虐习惯了。他笑了。10月，太子爷回来探亲，他黑了，瘦了，但眼神更亮了。我们聚在学校门口的火锅店，听他讲西部的故事。他说那里的人很淳朴，对他特别好。他说那里的孩子很想读书，但条件太差。他说他想做点什么，真正改变他们的命运。他说你想做什么？他说我想建一所学校。我说钱呢？他说我跟我爹说了，他愿意出。我说那就干。他点点头说干。那晚我们又喝多了，他搂着我的肩膀说，兄弟，等我学校建好了，你来当老师。我说我只会写代码，不会当老师。他说那就教他们写代码。我说行。11月，北京下了第一场雪。苏婉拉着我去故宫拍照，他说雪中的故宫最美。我说你什么时候这么文艺了？他说跟你在一起后变文艺了。我说那是我的错。他瞪我一眼，说这是好事。雪越下越大，我们站在午门前，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他突然说沈岩，我们结婚吧。我愣了一下，说你说什么？他说我们结婚吧。我看着他，看着他认真的眼神，看着他冻得通红的脸颊，然后我说好。他笑了，笑得比雪花还好看。